那前一节的这个准备工作啊，咱们就做完了啊。理论上来讲呢，咱们就开始下一章的模型调用的学习了。但是呢，毕竟咱们这一章呢叫做 Langchain 的概述啊，很多小伙伴呢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 Langchain 的具体的应用场景，所以这儿呢我们又增加了一节内容来讲一讲大模型具体的应用场景，稍微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 RAG 的开发和 Agent 的开发，大家呢做到这个心里有数。那如果呢之前已经接触过这个 RAG 或者 Agent 开发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过掉这2节。好，那这儿呢，你看我有一句话说，大模型应用技术的特点叫门槛低，天花板高。怎么来理解呢？如果大家呢，你想搭建一个简单的知识库，或者呢想做个简单的智能体，这个事啊，其实几分钟就可以做到。比如我们可以借助于图形化界面的，像 Cherry Studio、Emma、豆包或者 TEDbox， 几分钟时间真的可以搭建起来一个简易的知识库，或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智能体。但是呢，如果你想搭建一个幻觉又比较少、功能又特别复杂的一个智能体，那可能这个天花板又非常的高。它的难度可能不亚于我们去构建一个后台的系统。这儿呢就是我们说的这样的2个词儿，大家了解一下。好，那么具体来讲，我们这儿呢举2个场景，一个呢叫 RAG 开发，一个呢叫做 Agent 的开发。Agent 的开发也是当前大模型用的主要场景，甚至说呢，我们把它俩呢都可以画成这个约等号因为主要的这个大模型应用指的就是 Agent， 而 Agent 里边呢又可以使用到我们的 RAG。所以呢，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 RAG。这个 RAG 呢，它针对的是什么场景呢？这里提到了说大模型的知识冻结和大模型的幻觉问题。咱们前面也都提到过，说这个大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呢，是不是有一个语料的收集的截止日期？那么这个截止日期之后的这个信息理论上来讲，大家你要问他的话，他都不知道。比如说你问他说最近的这个热门的电影都有哪些他其实是回答不出来的。这是他的这个知识冻结的问题，很好理解。第二个呢，叫做大模型的幻觉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大家知道这个大模型它是不会拒绝回答你的问题的，对吧？只不过呢，它回答的问题呢可能不准确。这个原因呢就在于说，它在相关这个领域当中的语料可能不够丰富。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医疗领域、金融领域，对吧？或者教育领域，它有的这个语料呢可能就比较少。那你问他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他可能就回答的不够准确，就开始给你编了。这呢就叫做幻觉问题。那 RAG 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呢，大家去参加这个考试你呢就好比是这个大模型，那没有任何的这个 RAG 的话呢，可能准确率只有60%因为你对这个这个场景是不是也不太熟悉，所以呢你的回复能力也有限但是呢，如果现在变成开卷考试了让你带过去一些语料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RAG 知识库，然后结合着你这个大模型再去回答的时候呢，你发现准确率呢就提升到90%了因为你这块有非常丰富的关于这个场景的一些正确答案，是吧？所以呢，就可以很好的去回答问题。那么我们的 RAG 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解决上述的这个知识冻结和幻觉的问题。你把最新的这个影片这些信息是不是作为这个语料呢，放到我们这个 RAG 里边、知识库里边，大模型是不是就能够准确回答了？包括幻觉问题，是吧？好，那这个呢，我们就很好的理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 RAG 到底是什么？这儿呢提到了它是3个单词的缩写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叫检索增强生成。那具体这个操作过程可能比我们想的要稍微的复杂一点。大家呢可以先看一看我们这张图。那可能有的小伙伴说了，说不是直接就把这个语料给到大模型，大模型在这个具体回答问题的时候呢，直接参考就完了吗？对，大体流程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细节还很多。比如说你怎么去确保这个语料当中哪一块是你想要的呢？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检索呢？是吧？这呢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网上非常流行的一张图。这儿呢涉及到我们本地的各种各样的语料可能是 PDF、Word、Markdown， 是吧？HTML 等等各种各样格式的文件。然后呢，我们使用这种非结构化的加载器，把它们加载成具体的文本。然后这些文本的话呢，注意它有的呢可能非常的大，你像一个 Word 文件里边可能10几万字、几十万字，对吧？那文件非常大，我们在检索的时候呢就不方便，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切割成一个一个的 chunk， 咱们称为呢叫做切片一个一个小的切片。好，那么这个切片呢，咱们给它做一个存储持久化的一个存储。但是这块存的话呢，咱们不是存这些具体的语料了，而是呢需要经过一个叫 embedding model 做一个向量嵌入，把每一个 chunk 呢都编写成是一个高维度的一串数字，把它们存储在这个叫向量数据库当中。这儿呢可能是大家首次听过这样的概念先不用去深究先不用深究。好了，那这个数据呢已经存储起来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最初的这个语料知识库就构建好了。接下来的话呢，用户可能会问一个具体的问题
啊，比如说呢，这里边呢，大家存储的就是医疗的相关的知识。那问了一个问题，说我现在身体感冒发烧啊，特别冷，那该吃什么药呢？那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也需要呢把这个文本内容转化成是一个向量啊，所以使用的就是这个嵌入模型，变成一个向量以后呢，然后呢，我们依照于叫向量相似度的一个算法啊，这个算法的话呢，就去我们庞大的这个向量库当中呢，开始去做检索，看看呢跟哪个数据呢比较接近，或者跟哪些比较接近。那我们这儿呢是不是就挑取了相关的一些语料过来了？把相关的这个切片呢就取到以后的话呢，把这个文本的内容呢塞到我们的提示词模板当中。啊，这个所谓的提示词模板啊，就是我们后续给到大模型的那个提示词，前期呢会有一些变量是吧？那这儿呢就成为一个模板，然后我们把这个呢语料呢是不是就塞到那个具体的变量里边做个赋值，然后作为提示词给到大模型，最后呢出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呢就比我们不参照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向量数据库来的要更加的精准。OK， 那么我们提到叫检索、增强、生成。检索呢，大家可以理解为我们这里边的第10步。那我们去这个向量数据库里边做这个检索，对吧？检索。增强呢，增强就是我们原来这个提示词里边呢没有相关的一些语料啊，现在呢是不是有了？这呢是不是就有一种增强？那生成呢，就是大模型啊，最后呢生成的这个结果呢比之前更靠谱啊，所以呢就是检索、增强、生成。大家体会一下。那么我这儿呢还有另外一张图，稍微的有点小，但是整个说的这个事儿啊，跟我们上边呢是完全一样的。大家呢也可以暂停这个视频，稍微的看一眼，我就不多去介绍了。好，那么在整个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看到我下边还有一张图，有几个蓝色的部分，这几个蓝色的部分呢，是我们在讨论这个 RAG 的过程当中的难点后边咱们专门有一章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课件的话呢，是不是就在第10章，咱们专门呢去讲一下这个知识库这个事儿。这里边几个难点，首先第一个呢叫做文件解析这里边涉及到问题的就是，首先呢这个文本的格式非常多样。其次的话呢，就是一个文本内它的这个数据类型也可能很多样。比如说像一个 PDF， 它里边呢可能有文件、有图片、有表格，而图片当中呢可能也有文字。那这些呢是不是都要考虑去做一些提取所以这块解析这块呢，是一个问题。那么下个问题呢叫文件切割。这个文件呢，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需要把它分成很多的小的切片。你要不切片的话呢，这一个文件又特别大你要把这个大的文件呢塞给这个大模型，大模型呢一旦这个语料呢，首先它有一个上下文的限制，其次的话呢，就是你要给非常多的不相关的语料，那这个结果呢可能也不能太准确，是吧？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文件呢给它切割成很多的小切片就挑选那些最准确的切片最相关的切片呢，我们给到大模型。那这时候切片呢到底怎么切是吧？我们就提到了很多种方案，比如说依照这个字符数去切，依照这个 token 数去切，或者我们依照这个语义去切，还是说呢我们最常用的叫做递归字符的方式去切后续呢我们也会讲到非常多的切割方案好了，那我们存储到这个向量数据库以后呢，后续呢我们通过一个 prompt 提问的方式呢，是不是要做这检索了？那到底怎么检索呀？有哪些算法支持我们去做检索呢？对吧？这是我们的第6个支持检索，这也是一个难点。好了，那我们检索的话呢，假设一共搜取到200个相关的这个创客，那200个里边呢有一些它其实不够精准尤其呢当我们检索到的这个创客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呢，你要都塞给这个大模型，那这个结果呢准确率可能也会降低。所以呢我们就有必要呢对检索到的这样一些创客呢，是不是进行一个排序排序完以后呢，我们就挑选比如说 top 100或者 top 50挑选相似度最高的那样的一些创客，我们塞给这个提示词，然后呢再给到大模型。所以这儿呢就涉及到叫知识重排序的问题。好了，那么关于这个知识重排序呢，这块呢也提到了，不是什么场景下都要用。针对于像回答要求高精度高相关性的这种场景，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re-ranker。这儿呢这个 re-ranker 重排序呢还会涉及到这个重排序的相关的模型后边呢我们再去讲。OK， 那毕竟呢我们这块呢加了一个环节叫重排序嘛，所以呢如果呢我们有一些场景呢对这个响应时间要求比较高，那么就不推荐大家去使用这个重排序了。所以这块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行，这儿呢就是咱们简单的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 RAG 的这个事儿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后边呢咱们专门有个章节呢再去展开讲解。